你见过吃蜂蜜能吃到醉的吗？这种蜂蜜含有一种导致醉酒的元素，类似于苦艾酒的效果。蜂蜜也含有壮阳的物质，但蜜蜂窝建造在悬崖之中，想要把它弄到手，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。在尼泊尔的心脏地带，住着一个蜂蜜猎人部落，这里最高的山峰有8000米，他们村庄被茂密的丛林包围着，很少有外地人来到这里。每年的夏季，这里蜜蜂就会采食有毒的花朵，从而使得蜂蜜里面含有壮阳和致幻的特性。要想采摘到这里的蜂蜜，就必须爬上自制的绳梯，冒着极大的风险，从悬崖边的蜂巢中采集，在没有任何防护服的情况下，仅凭一把烧着的木柴进行烟熏。为了探索他们的村庄，坐车2个多小时，然后再走路20个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。而这里的村庄基本与外界隔离，他们以畜牧业为生，生活如同世外桃源一样，过着原始自给自足的生活。村庄大概住着150位村民，这里小孩子也会在乡村的学校上学，就连墙壁也是蜜蜂筑巢的地方。驯养的蜜蜂会比较温顺，比野生的蜜蜂要小那么一丢丢。蜂蜜可以从屋内收集，在山坡上会做成梯田，种植蔬菜、玉米等各种食物。村里的磨坊可以把谷物变成面粉，毫无疑问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。村里人会为自己的山羊进行剃毛，羊毛也会用来制作衣服，还在保持着古老的编织艺术。有空之余，他们还会去河里打鱼。虽然过着比较原始清贫的生活，但生活态度还是十分积极乐观的。早上起来，山上的雾气非常大，今天他们准备了2大捆麻绳，为进行蜜蜂狩猎的旅程做准备。而攀登悬崖所需要的绳索等狩猎工具，全都是来自于大自然。要想采摘到天然的蜂蜜，就必须爬到悬崖的顶部，越过崎岖不平的山间小路。一路上的雾气非常大，不过这里的空气非常清新。走了大概4个小时，才到达了悬崖的底部。首先要准备升起一堆火，另一个人就会下去查看悬崖蜂巢大概的位置，带来的鸡也会成为他们的午餐。有人负责准备中午饭，其他人则开始做绳梯，带来的木棍作为绳梯的梯木，木棍两端会做成凹槽，这样做成的梯木就不会轻易掉落。还有一些人准备竹条，而这些竹条是用来巩固梯木。很快几十米长的绳梯就做成了，还要准备几捆木柴，点着这些木材是用来烟熏蜜蜂，绑上一些新鲜树叶，这样会使燃烧的木材有大量的浓烟冒出。接着把绳梯用水淋湿，这样就不会被火焰烧坏。今天的午饭已经准备好了，吃完饭后就开始赶路。这里的山路非常陡峭，终于来到悬崖的顶部。村民开始把绳梯舒展开来，把绳梯往悬崖下一放，接着固定在树根的地方。固定好绳梯之后，用木棍搭建好支架，用于过滤蜂蜜的竹筐。他们必须点燃火堆来保护自己免受蜜蜂的攻击。有2个人分头行事，很快就来到了蜂窝的下方。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蜜蜂老巢，大量的蜜蜂在蜂窝周围形成了一种波浪。为了驱散这些蜜蜂，在底部升起了大量的烟雾，这些刺眼的烟雾会驱赶蜜蜂离开巢穴。不过尽管有了烟熏，守护家园的蜜蜂还是咄咄逼人。猎人开始从绳梯往上爬，没有做任何防护措施，还是穿着短袖短裤。悬崖上的人开始把绑好的木材往下放，下面则要有一个人固定好梯子，以免绳梯左右摇晃，确保安全。被烟熏掉落下来的蜜蜂体型非常大，很快巢穴里的蜜蜂基本被驱散出来。现在就开始用木棍切开蜂蜜，而这些蜂蜜会掉落在箩筐里，悬崖顶部的人就会把箩筐拉上去。突然一大块蜂蜜从悬崖掉落下来，村民并没有把蜂巢里的蜂蜜全部取走，因为他们知道细水长流的道理。悬崖底部的人重新爬上山顶，这次他们大丰收。一位牧羊女来到了这里，猎人递给她一些蜂蜜，她小心翼翼品尝着，知道这蜂蜜会有微弱的毒性，而其他人也想品尝这种野生的蜂蜜。不过品尝这种野生蜂蜜一定要适量食用。这位小胖哥第一次吃这种野生蜂蜜，看他的样子十分喜欢这种味道。猎人早已告诉他们食用的剂量必须在3茶匙左右，要不然很容易中毒。适量食用会有一种舒缓的特性，也会有壮阳的效果。有的猎人开始收拾绳梯，有的则在过滤蜂蜜，他们分工合作非常清楚。等收拾完工之后，就开始打道回府。来到小溪的旁边，猎人开始清洗身上的蜂蜜，因为蜂蜜非常粘稠，让人感觉十分的不舒服。清洗好蜂蜜之后，就必须继续赶路，因为傍晚即将来临。刚走了半个钟头，蜂蜜的药效开始起作用。随行的小胖哥因为贪吃，超过了自己身体所承受的剂量，现在他就像喝醉酒一样，有人扶着也站不起来。他不仅头晕眩目，还有想吐的感觉，突然间躺在路边，开始失去了意识，而身体也随即抽搐起来。为了不让他在这里过夜，
其他人也只好背着他回去。其实蜜蜂吸食了一种名叫杜鹃花的花，这种红色的花朵含有一种毒素，而这种毒素对蜜蜂本身不会有影响，但它产出来的蜂蜜就含有这种毒素，毒素会引起心脏和呼吸系统的不规律。由于小胖实在有点重量，于是其他人只好轮流背着他走。村里的牧女看到这种情况也哭笑不得，走到半路开始休息起来。猎人看到这种情况也不太担心。此时小胖哥也开始呕吐起来，呕吐过后继续赶路。猎人的体力不是一般人能与之相媲美，扛着160斤的人还是行走自如。很快他们就回到了村庄附近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关注我，带大家看看不一样的世界。